南极的绝美景色让人震撼，也令人感动。而很多人一听到南极，脑中就会浮现可爱的企鹅。南极的企鹅多半都集中在沿岸或者是南极半岛，只有帝王企鹅还有阿德利企鹅这两种可以生活在酷寒的冰封沙漠，长期的栖息在广大的冰原。而我们这次深入南极内陆，能够幸运的遇到企鹅吗？南极内陆天候冷冽，地势艰险。第二天，我们再度踏上探险的旅程。只是这一次任务更加艰难，因为我们要探访南极唯一的居民——企鹅。Okay, so I think we go down here. We look at the finger. 南极一共有7种企鹅，数量1.2亿只，但是多半都集中在南极半岛或海岸附近群居。只有阿德利和帝王企鹅能够真正适应南极艰巨的环境，长时间栖息在广大冰原。而这一次，我们听说有旅人在俄罗斯科学站附近的岩石堆发现了阿德利的踪影，我们因此踏上探访的旅程。翻过一座岩山，眼前出现幅员广大的冰波浪地形，但每一步都得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里可能是薄冰下的深渊。我只能跟着前人的步伐，小心翼翼踏上每一步。2小时的攀爬惊险万分。正当我们被一旁冰川景色吸引，又专注于脚下步伐的同时，它们出现了。圆圆胖胖的身形，黑白相间的模样，醒目的白色眼圈。1830年，由法国探险家杜蒙德佛利以爱妻之名为他看到的第一只企鹅命名，它们是阿德利。梳毛、摆手、甩头，有几只还不时眯着眼睛偷打盹，每个动作、每一种表情都可爱到让我们兴奋地想尖叫。阿德利企鹅体型小，约70公分高，体重3到5公斤，模样十足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身处无人居住的冰封南极，看到我们这些陌生访客，睁大又纯净的眼神，似乎在问：你们是谁？南极除了部分的科学家之外是没有人类居住，而唯一的居民就是这些可爱的企鹅。多数的企鹅都会集中在南极半岛，但是我们很幸运在南极的内陆呢，发现了这些可爱的阿德烈企鹅。而因为现在正是它们夏季孵蛋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话很小声，不要惊扰到它们。
企鹅爸妈用鸟嘴叼起一颗颗的小石子筑巢。像这样在大浮冰旁裸露的岩石堆，正是阿德利最喜欢的栖息地。每年11、12月，南极最暖和的季节，它们就会开始下蛋。而孵蛋哺育的责任由父母双方轮流负责，一只去觅食，另一只就要孵蛋。但此刻也是最艰险的时刻。一旦企鹅爸妈一时大意离开了鸟蛋，在附近盘旋虎视眈眈的贼鸥就会毫不留情地夺食。正因如此，我们始终保持5公尺以上的距离拍摄阿德利，就是担心这些可爱的小东西会因为我们的轻举妄动受到惊吓，也许会抛下鸟蛋，晃着小手逃走，让企鹅宝宝没能见识到这美好的世界。由于全球暖化，南极冰融速度增加，鱼类磷虾数量减少。居住在浮冰却要在没有冰的陆地上繁殖的阿德利企鹅无处觅食。过去25年来，数量已经减少了65%，只剩下250万对。我们虽然无法靠近，但越是了解，越是想呵护。明年3月，这群企鹅爸妈将带着企鹅宝宝回到海洋。只是当夏天再来临时，他们是否还能找到孵蛋的栖身之处？我们何其有幸，能与阿德利相遇，在这片冰封却温暖的大地之上。欢迎回到世界的尽头——南极探险全纪录。地球上有一个最艰险的地方，就是南极点 （South Pole）。南极点它位在南纬90度，也就是地球的极南之点。而这个地方海拔很高，有3800公尺，冬天的低温只有零下89度。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温度也只有-40度。因此，几百年来，南极点一向是全球探险家都想要征服的地方。这一次，我们深入南极内陆，我们能不能成功？降落在南极之后的第2天，我们再度来到雪白的机场。眼前这架红白蓝相间的螺旋桨飞机，看似普通，却即将带我们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极冷冒险。这架螺旋桨小飞机就是我们要从南极飞到南极点的飞机。那么最特别的是，你看到它的飞机轮胎下面还有一个雪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从南极这里出发，然后到南极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飞机跑道，必须要在冰上才可以降落。是的，南极点就是我们要挑战的地方。它位在南纬90度，地球自转的南轴心点，南到不能再南，所有方向只有向北，没有东南西方向的极南之点。海拔高度3800米，但终年被厚2000公尺的冰雪覆盖，气候异常恶劣，平均气温是零下49度，冬天曾出现-89度的低温。而此刻正是温暖的夏天，但南极点还是冷到让我们难以想象。This one is to warm the engines at the South Pole. It's -38 there right now. So we make sure the generator is running to heat the electrical blankets on the engines and the batteries to keep them warm. Otherwise, we cannot spin start the engines. We will sleep there for a long time. Oh. They're very cold. Yeah, it's very good. Yeah, no problem. You're -38. It's good. It's good? Must be very careful. If you come out the plane, do not take your gloves off. Frostbite. Oh my god. You get frostbite.
It's the same as when you burn with hot water. It's just not with the hot water. The minus 38 makes the blister the same. And it's the same pain as with hot water. 工作人员秀出在零下38度被霜冻伤的手指，让我们对挑战南极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去南极点的飞机就这样，很像货舱，但是也有位置。不过今天可能只有我们几个人去，因为一天不会有太多人。像这样的雪橇飞机，全世界只有2架。毕竟敢身陷险境的人不多，只有3000人造访过。从南极机场飞到南极点需要花费7个小时，机舱内只能容纳12人，因为多数空间都是要放置保暖的睡袋，还有御寒衣物。但就算一切准备妥当，行程却不保证不变更。大自然依旧是这片雪白世界的唯一主宰。The satellite picture of this morning looked very good for flying, and then they've just got the latest one now, and the pilots are looking at it and deciding. Apparently, it's not looking the greatest, but the captain will then decide whether he wants to fly or not. So, Antarctica, it's all about weather. 于是我们只有等候，等候机长的决定。结果4个小时过去，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And the South Pole is looking good. It's very cold, minus 38, but there's clear skies. But at the fuel drop on the way, there's very low cloud. And so we've just heard from the pilot that they aren'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 flight today. So unfortunately, we're not going to go to the South Pole. 飞不成南极点，败兴而归的不止我们，还有一旁来自俄国的探险队。We are going to fly to the South Pole to reach geographic South Pole as a main destination of our expedition. But now? Now back to the base camp. This is bad luck. Yeah, for everyone, of course. 一车子的探险装备只好原地折返，他们决定第2天再到机场碰碰运气。只可惜我们停留时间不足，与南极点就此擦身而过。其实挑战南极点壮志未酬的探险故事，100年前就已经揭开序幕。1901年，英国探险家史考特船长领导的科学考察队，10年内多次尝试前往南极点，最终只达到南纬82度。没想到1911年12月4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率先征服了南极点，让33天之后才抵达的史考特受到重重的打击，没能得到第1的荣耀，最后更在归途中遇上暴风雪，结束冒险一生，成为南极探险中最令人感叹的悲剧英雄。1957年，美国就在南极点建立永久考察基地，命名为阿蒙森史考特站，纪念终其一生将人类足迹推向世界极限的探险家。正着于绝美极地的魅力，我们的血液中似乎也流着史考特船长的探险因子，内在的鼓声咚咚响起，仿佛是南极的魔力召唤。当国旗首度飘扬在南极大陆的同时，我们谦卑，同时也倔强。我立下誓言，南极点有一天我们将再回来。